私人医生尴尬极了，他实在想不明白，汉克这家伙到底是吃错了什么药，为什么一直在盼着自己身体出问题。想到刚才他说到华夏人的观点，他忽然有些惭愧地说，汉克先生，我要跟您道个歉，您刚才说关于华夏人的那个观点，我刚才批判的有些武断，我现在感觉他们说的好像有些道理，这里面或许有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现象存在，可能就是他们所说的那种玄学吧。汉克点点头，赞同地说道，世界本来就是多种多样的，我们每个人只能看到它的一部分，对看不到的那部分，我们其实还很无知。说着，他摆摆手，不聊这个了，还是说正事吧。你们查出我哪里有问题啊？私人医生赶紧说，是您的 K199 指标有些过高了。汉克一脸期待地问，这个 K199 跟什么有关啊？对了，它和性能力有没有关系啊？我最近那方面好像不太灵光，会不会跟这个指标异常有关系？性能力，私人医生一头雾水，解释道，汉克先生，这个指标跟性能力没有任何关系，它和消化道系统癌症有关，而且关系十分密切。卧槽，汉克懵了，脱口问道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，我现在消化道系统癌症的指标有异常是吗？对，私人医生鼓起勇气道，不仅有异常，而且是极大的异常。汉克紧张得浑身直抖，忐忑地问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说清楚啊。私人医生解释，就是现在推断您极大概率患上了消化道系统癌症，而且胰腺癌的概率更高一些，因为您的这个指标在3个月的时间就上升了几十倍，从12一路飙升到628。说着，私人医生一脸疑惑地问，汉克先生，究竟是谁告诉您说您有可能得了胰腺癌的？这个人也太厉害了吧，他是怎么判断出来的？我尼玛啊！汉克吓得脸色惨白，追问他，什么意思啊？我真的胰腺癌了吗？私人医生说，现在还不能100%确定，我刚才跟主治医生沟通了一下，他的意思是尽快给您做一个全身平扫，来看一看您体内是否有明确的癌症病灶，如果有，还要看一看它到底有没有淋巴和周边组织的浸润与扩散。如果您这边没有意见，我们现在就让护士来给您注射造影剂，立刻开始进一步检查。汉克慌乱无比地脱口道，他妈的，盼着检查出点小问题，结果出了大问题，你还他妈问这些屁话干什么？赶紧的安排检查呀，快快快！私人医生赶紧说，好的，汉克先生，您稍等，我这就去沟通协调。另外，你也不用太紧张，我们这里有最好的癌症专家，如果今天评估您可以做手术的话，今天就可以立刻为您执行手术。汉克骂道，你少说废话，快去安排。私人医生慌不择路地跑了出去。对他来说，汉克的身体健康关乎他未来的收入，如果汉克一直健康，他就可以一直得到汉克的薪资，每一次给汉克做检查，他还能得到医院给分红。如果汉克身体出现了重大问题，自己这种保健顾问性质的私人医生就可以下岗了，汉克会直接进入到专科医院进行住院治疗，到时候各种专家过来会诊，也就没自己什么事了。汉克刚才心态还非常好，现在就已经迅速崩塌了。他哆哆嗦嗦地拿起手机，结结巴巴地在群里说，兄弟们，情况好像出了点问题。安格鲁第一时间调侃他，哎呀，恭喜你啊，汉克，等了一晚上的异常终于等来了，到底是什么异常啊？汉克哪有心情去琢磨安格鲁这话是什么意思，只见他这么说，顿时怒骂道，安格鲁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这是在诅咒我早点死吗？安格鲁委屈得很，汉克，不是你一直在群里说期待查出点异常吗？怎么还骂起我来了？汉克气急败坏地吼道，老子是期待异常，也只是期待一点点异常，没有期待自己得胰腺癌啊，我操！现在我体内的 CA199暴涨几十倍，医生说我大概率是真的胰腺癌了，
他的这一嗓子立刻在群里引发了轩然大波。整个晚上大家在群里讨论的时候，都还在讥讽叶晨，所有人都觉得叶晨之前是在故弄玄虚。汉克这么健康的人，怎么可能真得了胰腺癌？就算汉克真得了胰腺癌，那他又是怎么能够看得出来的？完全没有根据啊！可是现在听到汉克说的这些，所有人对整件事情的认知立刻发生了180度反转。安格鲁慌张地说，这也就意味着叶晨这个人说的都是对的，那是不是也就证明这个世界上除了他，真的没有人能治好我们的阳痿？另一人也说，哎，这么看来，我们还是逃不出信业的手掌心啊，这阳痿怕是只能寄希望于他了。汉克骂道，养你妈的痿啊阳痿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关注阳痿？老子他妈的都不知道还能活几天了。安格鲁立刻提醒汉克，如果你真的确诊了胰腺癌，那就赶紧回去找叶晨啊，他不是说他有办法可以帮你治好吗？汉克忽然回过神来，对啊，你说的对，叶晨既然说中了，那他说他能治，肯定也没有撒谎。等我做了全身平扫，确认无疑之后，我第一时间就回去找他。安格鲁感慨，我忽然有一种感觉，好像我们这辈子都逃不出信业的手掌心了。有人说，可我怎么感觉还挺有安全感的？这人一眼能够看出来，医生之前都没查出来的重大疾病，如果没有他提醒，汉克说不定就会耽误治疗，光速离世了。咱们以后要是能跟他打好关系，老老实实做他身边的狗，真遇到生病这种事儿，他应该会帮一把的吧？安格鲁道，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究竟能不能成为现实，还得看汉克去找他之后，他究竟能不能让汉克痊愈。如果他真的能让汉克痊愈，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我这辈子就是信业的一条狗。